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你们推荐一本足以改变你人生轨迹的奇书《影响力方程式》。这本书的作者是克里斯·布洛根 （Chris Brogan） 和朱利恩·史密斯 （Julian Smith），他们两位都是数字营销和社交媒体领域的先锋人物，拥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人人互联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无论你是职场新人，渴望在团队中脱颖而出，还是企业领导者，希望带领企业走向辉煌，亦或是社交达人，希望在社交圈中成为焦点，影响力都如同神奇的魔法棒，能为我们打开一扇扇通往成功的大门。然而，你是否曾困惑，为什么有些人仅仅凭借只言片语就能轻松说服他人，而有些人即使苦口婆心，也难以让他人信服？为什么有些品牌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而有些却始终默默无闻？答案就藏在《影响力方程式》这本书中。试想一下，如果一位初出茅庐的创业者能够掌握书中所讲的构建信任的技巧，那么他就能在投资者面前自信满满地阐述自己的商业计划，获得宝贵的资金支持。如果一位销售人员能够运用书中所传授的建立情感共鸣的方法，那么他就能轻松地与客户建立深厚的联系，达成一笔又一笔的交易。如果一位职场人士能够学会书中提到的扩大社交网络的方法，那么他就能在职场中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著名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Malcolm Gladwell 的一个故事。格拉德威尔以其对社会现象的独特见解和深入分析而闻名，他的作品常常能够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热议。然而，在其成名之前，他也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记者。但他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那就是他善于运用影响力法则。他通过深入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并将其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故事，成功地吸引了出版商和读者的注意。他的第一本书《引爆点》一经出版，便迅速成为畅销书，他也因此一举成名。从格拉德威尔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力并非天生就有，而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运用一些特定的技巧和方法来获得。而《影响力方程式》这本书，就是我们获取这些技巧和方法的最佳途径。那么，究竟什么是影响力方程式呢？它就像是一个神秘的公式，蕴含着开启影响力之门的密码。这个方程式由6个关键要素组成，分别是对比度、触及率、曝光度、信任度、亲和力和共鸣度。这6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影响力体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这个神奇的方程式，揭开影响力的神秘面纱。一、对比度，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对比度是影响力方程式的第一个要素，它指的是你与他人或与常规状态之间的差异程度。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世界中，如果你与周围的人或事物没有区别，那么你就很容易被忽视。对比度就像是一块磁铁，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让你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例如，在商业领域，苹果公司就是一个极具对比度的品牌。它以其独特的设计理念、创新的产品功能和高端的品牌定位，与其他电子产品品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简约时尚的外观设计，还是流畅易用的操作系统，亦或是充满创意的广告宣传，都让苹果产品在众多电子产品中显得独树一帜，吸引了无数消费者的目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类的大脑天生就对变化和新奇的事物感兴趣。当我们面对一堆相似的事物时，我们的大脑会自动地筛选出那些与众不同的元素，并给予它们更多的关注。这是因为在进化过程中，这种对变化的敏感性有助于我们快速识别潜在的危险或机遇。此外，对比度还能够激发我们的好奇心。当我们看到与自己熟悉的事物不同的东西时，我们会产生一种想要了解它的冲动。这种好奇心可以驱使我们进一步探索，从而加深对具有对比度的事物的印象。找到自己的独特卖点，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需要深入挖掘自身的独特之处。可以是独特的技能、经验、价值观，也可以是独特的产品功能、服务理念等。例如，一位擅长绘画的艺术家，可以将自己的绘画风格与传统的绘画风格进行比较，突出自己独特的创作手法和艺术理念，打破常规，尝试打破行业或领域的常规做法，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自己或自己的产品。比如，在传统的餐饮行业中，有些餐厅会推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菜品组合，或者采用独特的烹饪方法，从而吸引顾客的注意。运用视觉元素，视觉对比度是最容易吸引人注意的。可以运用色彩、形状、图案等视觉元素来增强自身的对比度。例如，在广告设计中，使用醒目的色彩搭配和独特的字体设计，可以使广告在众多广告中脱颖而出。好处：吸引注意力。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吸引注意力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高对比度能够帮助你从众多竞争者中迅速抓住人们的眼球，为后续的沟通和交流打下良好的基础。塑造品牌形象，通过持续的对比度塑造，可以逐渐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独特的品牌形象。一个具有鲜明对比度的品牌形象，不仅能够提高品牌的知名度，还能增强品牌的吸引力和忠诚度，获得竞争优势。当你在某个方面具有明显的对比度时，你就拥有了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体现在产品销量、市场份额、品牌影响力等多个方面。2. 触及率，扩大你的影响力范围。触及率是指你能够接触到的人群数量。在现代社会，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范围极广，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平台来扩大自己的触及率。例如，社交媒体、网络论坛、线下活动等都是提高触及率的有效途径。就像一位网络主播，通过在各大直播平台进行直播，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精彩片段和互动内容，能够吸引到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观众，从而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触及率。触及率与曝光效应密切相关。曝光效应是指人们会对自己熟悉的事物产生好感。当我们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人们就会对我们产生一种熟悉感，这种熟悉感会逐渐转化为一种潜在的好感。此外，触及率还与网络效应有关。在一个庞大的网络中，每个节点都与其他节点相连。当我们扩大自己的触及率时，我们就有机会与更多的节点建立联系，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网络。这个网络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资源。选择合适的平台，根据自身的目标受众和内容特点，选择合适的平台来提高触及率。例如，如果你的目标受众是年轻人，那么可以选择抖音、小红书等年轻人聚集的平台。如果你的目标是专业人士，那么可以选择领英等专业社交平台。创作优质内容，优质的内容是吸引人们关注和分享的关键。可以创作一些有价值、有趣味、有深度的内容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例如，撰写高质量的博客文章，制作精美的视频，策划有趣的活动等。积极互动，与受众进行积极的互动，可以增加他们的参与度和忠诚度。及时回复评论、私信、参加讨论等都是有效的互动方式。例如，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互动，回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的建议，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关注和重视。好处：拓展人脉资源，扩大触及率，可以让你结识到更多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人，从而拓展你的人脉资源。这些人脉资源可以为你提供宝贵的建议、合作机会和支持。提高品牌知名度，当你的触及率扩大时，你的品牌也会被更多的人所知晓。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可以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市场份额。传播思想和理念，通过提高触及率，你可以将你的思想和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3. 曝光度，持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曝光度是指你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频率和持久度。与触及率不同，曝光度更强调的是一种持续性。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如果你的曝光度不够，那么即使你曾经引起过人们的注意，也很快就会被遗忘。例如，一些知名品牌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较高的知名度，就是因为他们在各种媒体平台上保持着持续的广告投放和品牌宣传。无论是电视广告、网络广告，还是户外广告、社交媒体广告，都能让人们不断地看到他们的身影，从而保持较高的曝光度。曝光度与记忆的形成和强化有关。当我们反复地看到某个事物时，我们的大脑会不断地对这个事物进行编码和存储，从而形成一种长期记忆。这种长期记忆可以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容易地回忆起这个事物。此外，曝光度还与习惯的形成有关。当我们习惯了某个事物的存在时，我们就会对它产生一种依赖感。这种依赖感可以让我们在面对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我们熟悉的事物。制定持续曝光计划，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个持续曝光的计划，可以包括定期发布内容、参加活动、投放广告等。例如，一位作家可以制定一个定期发布新作品的计划，以及在各种媒体平台上进行宣传和推广的计划。保持一致性，在不同的平台和场合中，保持一致的形象和风格可以增强曝光度的效果。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官方网站上、广告宣传中，都使用相同的品牌标识、口号和视觉元素，可以使品牌形象更加鲜明和统一。利用多种渠道，结合线上和线下渠道进行曝光，可以覆盖更广泛的受众。例如，在线上可以运用社交媒体、电子邮件营销、网站广告等渠道；在线下可以参加行业展会、举办讲座、赞助活动等。好处：加深印象，持续的曝光可以让你在人们心目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当人们频繁地看到你的身影时，他们就会对你产生一种熟悉感，这种熟悉感可以转化为一种潜在的好感。建立品牌忠诚度，当人们习惯了你的存在时，他们就会对你产生一种依赖感。
这种依赖感可以转化为品牌忠诚度，使人们更愿意选择你的产品或服务。增强影响力，持续的曝光可以让你在某个领域或行业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你的观点、思想和理念可以更广泛的传播和被接受，从而影响更多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4. 信任度，构建坚实的信任基础。信任度是影响力方程式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要素。没有信任，就无法建立真正的影响力。信任度是指他人对你的信任程度，它体现在各个方面，例如诚实守信、专业能力、可靠性等。例如，在商业交易中，买家之所以愿意购买卖家的产品，就是因为他们对卖家有一定的信任。他们相信卖家提供的产品是真实可靠的，相信卖家会履行承诺，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信任度的建立基于互惠原则。当我们信任他人时，我们相信他们会给予我们相应的回报。这种互惠关系可以让我们在心理上感到一种安全感，从而更愿意与他人建立联系。此外，信任度的建立还与一致性原则有关。当一个人的行为和言论保持一致时，我们就会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因为我们相信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更有可能遵守承诺、履行责任。诚实守信，诚实守信是建立信任的基础。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商业活动中，都要做到言行一致，不欺骗他人。例如，在与客户进行商业谈判时，要如实介绍产品的情况，不夸大其词，不隐瞒缺陷，展示专业能力。通过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可以增强他人对你的信任。可以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成果，以及参加相关的培训和认证。例如，一位医生可以通过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医学研讨会，获得专业资格证书等方式来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建立良好的口碑，良好的口碑是信任的重要来源。可以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来建立良好的口碑。例如，一位餐厅老板可以通过提供美味的食物、优质的服务，以及与顾客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来获得顾客的好评和推荐。好处，促进合作，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当人们信任你时，他们更愿意与你合作，共同实现目标。例如，在团队合作中，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可以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增强影响力，信任可以增强你的影响力。当人们信任你时，他们会更加关注你的言行，更容易接受你的观点和建议。例如，一位领导者如果能够赢得下属的信任，那么他的领导力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建立长期关系，信任可以建立长期的关系。当人们信任你时，他们会愿意与你保持长期的联系和合作。例如，在商业活动中，供应商和客户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可以带来长期的合作机会和商业利益。5. 亲和力，拉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亲和力是指一个人与他人相处时所表现出的亲近感和融洽度。具有亲和力的人通常更容易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能够让人感到舒适和放松。亲和力就像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大门。例如，一位优秀的教师往往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他们能够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感到亲切和温暖，从而更愿意听从他们的教导。亲和力与相似性原则有关，我们更容易对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产生亲和力，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种相似性可以体现在年龄、性别、兴趣爱好、价值观等多个方面。此外，亲和力还与情感共鸣有关。当我们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时，我们就会对他们产生一种亲近感。这种情感共鸣可以让我们在心理上感到一种舒适和愉悦。寻找共同点，与他人交流时，寻找共同点可以迅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可以关注对方的兴趣爱好、经历背景、价值观等方面，找到与对方的共同之处。例如，在与陌生人聊天时，可以从一些共同的话题入手，如天气、旅游、电影等。表达关心和理解，关心和理解是建立亲和力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倾听他人的心声，表达对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以及提供帮助和鼓励等方式来表达关心。例如，在与朋友聊天时，认真倾听他们的烦恼和困惑，并给予他们积极的建议和鼓励，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关心和理解。运用幽默感，适当的幽默感可以增加亲和力。幽默可以让人感到轻松和愉快，从而更容易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例如，在与他人交流时，适当的开一些玩笑，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好处，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亲和力可以帮助你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人们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面对各种挑战，提高沟通效率。具有亲和力的人在沟通交流中更容易让对方感到舒适和放松，从而更容易达成共识。例如，在商务谈判中，如果一方具有亲和力，那么谈判的氛围就会更加融洽，更容易达成协议。增强个人魅力，亲和力是个人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亲和力的人往往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喜爱和尊重，从而增强个人魅力。
6. 共鸣度，引发情感共鸣，触动心灵深处。共鸣度是指你的言行能够引发他人情感共鸣的程度。共鸣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可以跨越年龄、性别、文化等界限，将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我们与他人产生共鸣时，我们就会对他们产生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例如，一些优秀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音乐作品等，往往能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他们通过讲述动人的故事，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表达深刻的情感，让观众在欣赏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共鸣度的产生基于情感共鸣原理。当我们与他人分享相似的情感体验时，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共鸣。这种共鸣可以让我们在心理上感到一种舒适和愉悦，因为我们在他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此外，共鸣度还与镜像神经元的作用有关。镜像神经元是神经系统中的一种特殊神经元，它能够让我们在观察他人的行为和情感时，感受到如同自己亲身经历一般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从而更容易产生共鸣。讲述动人的故事，故事是引发情感共鸣的有效工具。通过讲述真实而感人的故事，可以触动人们的心灵，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例如，在演讲中讲述一些与主题相关的故事，可以更好地吸引听众的注意，并让他们产生情感共鸣。利用情感化的语言，情感化的语言可以更有效地传达情感，引发共鸣。可以运用一些富有感染力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例如，在写作中，使用一些优美的词汇和修辞手法，可以更好地表达情感，引发读者的共鸣。关注他人的情感需求，了解他人的情感需求，并给予他们相应的回应，可以更容易地引发共鸣。例如，在与他人交流时，注意观察他们的情绪变化，并及时给予关心和安慰，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理解和共鸣。好处：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共鸣度可以让你与他人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当人们与你产生共鸣时，他们就会对你产生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更容易与你建立长期的关系。增强说服力。共鸣度可以增强你的说服力。当人们与你产生共鸣时，他们就会更容易接受你的观点和建议，因为他们相信你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和需求。促进社会和谐。共鸣度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当人们之间产生共鸣时，他们就会更容易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从而减少冲突和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通过对影响力方程式的深入解读，我们已经对影响力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们了解到，对比度、触及率、曝光度、信任度、亲和力和共鸣度这6个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影响力体系，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影响着我们的影响力水平。在当今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影响力。这本书就像是一位智慧的导师，为我们指引着方向，传授给我们提升影响力的秘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这本书中的理念和方法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呢？首先，我们要勇于打破常规，敢于展现自己的独特之处，找到自己的对比度。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要努力寻找机会，突出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让自己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其次，我们要积极拓展自己的触及率，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范围。通过选择合适的平台，创作优质的内容，以及与他人进行积极的互动，我们可以吸引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关注。同时，我们还要保持持续的曝光度，让人们不断地看到我们的身影。通过制定持续曝光的计划，保持一致性，以及利用多种渠道，我们可以增强自己的曝光度。此外，我们更要注重构建信任度，建立良好的信任基础。诚实守信、展示专业能力，以及建立良好的口碑，都是提高信任度的有效方法。还有，我们要努力提升亲和力，拉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寻找共同点，表达关心和理解，以及运用幽默感，都是增加亲和力的有效途径。最后，我们要学会引发情感共鸣，触动心灵深处。讲述动人的故事，运用情感化的语言，以及关注他人的情感需求，都是提高共鸣度的有效方法。朋友们，让我们行动起来，拥抱影响力，运用影响力方程式中的理念和方法，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吧。记住，影响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和实践。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人。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激励大家：影响力是人生的助推器，它能带你走向更广阔的世界，遇见更优秀的人，成就更伟大的事业。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拥抱影响力，开启精彩人生。